who waits. Whether or not the world has a day-night cycle.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and good evening. 这里是崩坏新隧道3.0版本再创时的凯歌前瞻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麋鹿。首先祝各位新年快乐啊！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也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翁法罗斯，展开一段全新的开拓之旅。那接下来，嘉宾老师呢？来了，不好意思，地方太大了，有点迷路。潮流发型回归。今天这造型，地中海玩到头了，整点新的是吧？来向大家打个招呼吧。Happy New Year, dear Trailblazers! This is 烧鸡。大家好，我是 TT， 欢迎啊！那两位都是老朋友了，这里就不多做介绍，让我们直奔主题吧。我真的有一肚子的问题想要问你们啊！这么开门见山，那您请说。当然是关于翁法罗斯的了。说要启程去新世界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截止到 2.7 版本的话，大家对这一站依然知之甚少，连天才俱乐部的成员罗斯古姆以及黑塔女士好像都没有什么情报。感觉翁法罗斯比什么匹诺康尼啊，甚至在雪中冰封了几百年的亚利罗6号都要更加神秘啊。既然你已经看过了2.7的故事，那肯定知道翁法罗斯是一个3重命图交汇，只能被一庭之境映照出的世界。所以这3重命图到底是哪3重？2.7的开拓任务已经给大家揭晓了，3重命图中的其中1重是智识，而第2重想必大家也能猜到，那就不卖关子了，其实是记忆。这也是3.0上来就会释出的信息。对，那么第3重命图嘛，它潜藏在智识和记忆的光芒之下，还不是很清晰，就连我们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你们是真不清楚，假不清楚？反正在3.0的前瞻上是肯定不清楚行。不过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普通的命图行者是没有办法在异庭的镜子中留下痕迹的。翁法罗斯可以被异庭给观测到，证明这个世界诞生过至少3位堪比令史的存在。堪比令史，还至少3位，风水宝地啊，这是。甚至可能是星神本尊垂迹也说不定呢。所以星穹列车才会在黑天鹅的引荐下来到这里，既是为了补充开拓的燃料，也是为了揭开翁法罗斯的神秘面纱，在星图上留下一个全新的站点。可以看见它的外观也有些特殊，从外层空间观测很难分辨翁法罗斯是什么天体，就像一团混沌的漩涡。我还以为你们随手画了个8上去。我会原画转告原画同学的。那这个光芒璀璨，一看就非同凡响的8里面长什么样呢？那毕竟外界是无法观测到翁法罗斯的存在的，所以相对应的，翁法罗斯本地人对于天外的世界也完全是没有认知的。那就拿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来举例吧。对于翁法罗斯人来说，星神这个概念反而是很陌生的。他们有自己信仰的神明这些本地的土著神明，人们把他们称之为泰坦。而我们身后的这位呢，名为克法勒，他就是当地人信奉的泰坦神明之一。正如风中的歌谣所述，12位泰坦创造了翁法罗斯，3位编织命运，3位开辟天地，3位捏塑生灵，3位引渡灾祸。其中克法勒是庇佑众生的复世之泰坦，神话中就是他创造了最初的人类。听上去是一个神话色彩非常浓郁的世界。没错，不过还是跟大家传统意义上的神话文明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在翁法罗斯，神和神迹都是随处可见的，并非源自人们的想象。就拿克法勒来说吧，你可以不信仰他，但是他就在那里，我们一抬头就能够看到他的形象。他背负着发光的黎明机器，为陷入黑暗的世界提供最后的光亮。神造太阳能是吧？不过你刚才提到最后的光亮，这个是什么意思？不管各位的世界有没有昼夜的概念，反正翁法罗斯是有的，而且有些特别。区别于现实中的白天和黑夜，当星穹列车到访时，这个世界已经步入了名为幻灭时的黑暗时代。天空之泰坦闭上了眼，致使地面上绝大多数区域都陷入了永恒长夜。我看我们这附近还挺亮堂的吧？所以说是绝大多数嘛。如今我们所处的地方是翁法罗斯仅存的圣城奥赫玛，这片黎明也是复世之泰坦最后的锤炼。原来如此。听这意思，3.0你们不会要搞个灾难片吧？那一说到灾难片，可能大家脑海里面都会有一些画面。那翁法罗斯可能跟传统意义上的灾难片这3个字带来的画面感不太一样，但作为一个濒临末世的世界呢，翁法罗斯面临的危机还是非常的迫切的。那既然有泰坦能带来新生，那肯定也就有泰坦会带来灾祸。
在久远的过去，纷争、死亡和诡计三位泰坦降临在了温法罗斯，掀起了神明之间的内战。一段时间过后，又有不可名状的黑潮开始席卷世界，温法罗斯的历史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了。至于黑潮这种灾难，没有人知道它的本源是什么，但是凡是受到黑潮影响的生命都会丧失理智，哪怕强大如泰坦神明，也难免受到它的影响。那在过去的1000年里呢，众神之间进行了频繁的交战，温法罗斯也逐渐被黑潮给淹没，那世界也陷入了一个永夜的状态。奥赫玛作为在富士泰坦庇护下的城市，成为了人类最后的避难所。所以听下来的感觉是，不同的泰坦之间差别很大，有好有坏。毕竟神权不同，性情自然也各不相同嘛。而克法勒贵为救世主的神明，纵使已经陨落，他的身躯仍在庇佑世人。而英雄们的烛火之旅，也正是自他脚下的这座圣城启程。既然你提到了烛火之旅，那我就要发问了。处于这么一个末日时代，不知道温法罗斯的开拓任务会是什么样的风格？嘿，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温法罗斯开拓任务，我想就是英雄之旅吧。这段旅程始于一则神谕，在摇摇欲坠的末世，有一道预言在远方响起。他说，众神的时代已经落幕，而一群被称为黄金翼的人类英雄将要踏上漫长的征途，从泰坦手中取回12枚火种，再造温法罗斯的天地。当列车族抵达时，人类的烛火之旅已经开启了1000年，有6位泰坦的火种被成功回收，收归于创世窝心。然而黑潮也愈演愈烈，天空封闭，大海沉落，末日的阴影已然迫在眉睫。哇 ，Deadline 在即，项目进度才刚刚到一半，这谁定的排期啊？有没有做风险预警同步啊？谁拖的稿啊？肯定不是在座的各位了。那当然，既然开拓来到了这里，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我们也已经习惯了作为开拓的势力，成为来自天外的一个变量，去改变世界了。那星穹列车会对温法罗斯的命运产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而在这一站呢，列车组也会兵分多路，各司其职。那其中，开拓者和丹恒会作为先锋降落在温法罗斯，率先在这个世界的内部开启一个探索。之后，二人会一步步成为烛火之旅的一员，提供不可或缺的一个助力，和本地的黄金翼英雄们一起踏上一个征途。那在世界之外呢，列车组的其他成员以及我们列车组的盟友们也会开启一条额外的故事线，他们会尝试着从外部去揭开温法罗斯这个世界的秘密。这次3月7不跟着开拓者一起下车吗？那当然是有些特别的原因啦。众所周知，3月7与记忆命途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记忆在温法罗斯好像又有着特别的意义。所以在抵达这一站时，3月7就先一步有了些意外收获。不过具体内容，前站还先卖个关子吧。听起来温法罗斯这一站不光登场角色多，要交代的内容也很多啊。是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想怀着激动的心情宣布，温法罗斯的开拓任务将分为上下2部，从 3.0 持续更新至 3.7， 总计8个版本。前瞻 OP 所呈现的只是这英雄之旅的冰山一角。连续8个版本都有温法罗斯的开拓任务吗？而且听起来每个版本的任务流程也会比之前的一些世界要更长。是的，温法罗斯的开拓任务会是星穹铁道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一个故事。那跟轻松快乐的匹诺康尼相比呢，这次我们希望用整整1年的时间，为开拓者们书写一篇英雄史诗，一段宏大的旅程。总结一下，就是和黄金翼英雄们一同踏上旅途，战胜泰坦，夺取泰坦的火种，成为英雄，拯救温法罗斯。虽然你刚才都把匹诺康尼形容成轻松快乐的了，我姑且再相信你一次吧。那我就期望着开拓者能够从天而降，然后开启一段从零开始的异世界成王之路。相信我，温法罗斯也充满了阳光。谢谢。当然，这个长度也绝不仅仅是温法罗斯独有的。我们希望将同等的剧情体量引用至今后每1年的开拓任务中。此外，整个25年版本也不只有新世界的内容，在一些活动剧情里，列车也将造访过去的站点，与各位老朋友们相见。那具体到开篇的3.0版本，我们能体验到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在3.0版本的开拓任务《落幕烛火英雄记》中，我们会对温法罗斯进行初步的探索，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末世下的世界。在过程中，开拓者和丹恒会和一众本地的黄金翼英雄们结识，并且深度参与到对纷争泰坦尼卡多利的征讨当中。3.0版本的名字是再创世的凯歌，感觉救世进展非常可嘉，排期突飞猛进啊！要聊这个话题，不妨结合场景一起说吧，毕竟这个版本的场景都和开拓任务息息相关嘛。好的，让我们来看看这次更新了哪些地图。进入温法罗斯后，开拓者和丹恒会先降落在一片名为命运重渊的地区，此处是信仰命运3泰坦的圣地。
传说中，岁月、门禁、律法三位泰坦编织了温法罗斯的时间、空间和法则，为世间万物划定了命运。可是如今，曾经的圣地也陷入了永夜，沦为荒无人烟的山野。难怪这里有很多巨型建筑，很宏伟，但感觉又很空旷。在这里，开拓者将意外邂逅纷争泰坦的军队，并和他们发生一些小小的摩擦。好吧，这也算是惯例了，毕竟所有的开拓都是从挥出第一棒才算正式开始嘛。没错，毕竟开拓之所以能够成为改变这么多个世界的变量，靠的主要还是手里这根球棒。但也以此为契机，两人会与当地的黄金翼英雄结识，并在后者邀请下来到圣城奥赫玛。这座由复世之泰坦守护、沐浴在永恒黎明下的城邦，也将成为温法罗斯开拓之旅的根据地。没错，奥赫玛，我们脚下的这座城市是一座靠山而建的圣城。那在温法罗斯的神话当中呢，每位泰坦各自有各自的一个圣所。那在奥赫玛，这些圣所会变成融合信仰崇拜和城市功能的不同的建筑区。那在这些场景区域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大浴场云石天宫。洗浴文化在温法罗斯有着相当重要的一个地位。这里不只是一片休憩区，而且还是整座城市的中心，公共社交的一个场所。嚯，看来即使是在末世，温法罗斯人也特别注重生活质量啊。对，毕竟哪怕是在末世底下，人还是要继续生活，日子还是要接着过的。那云石天宫的浴场也分为很多的种类，既有高温浴池，也有低温浴池，可以满足不同人的一个洗浴的喜好。那其中呢，也有黄金翼英雄们专属的一个区域，除了消遣以外，有很多重大的决策也会在这里发生。听起来还是个蛮舒适的基地的，能不能给开拓者也整个？这点大可放心，就像2.0的白日梦酒店客房一样。那在3.0版本的开拓任务里面，开拓者也会收获自己的私人寓工，并且在这里结识很多当地的伙伴。平时呢，这些人他们会分散在圣城奥赫玛的各处，做一些自己日常的事情。那随着故事的推进，也会不断有朋友加入或者离开。等，你刚才是不是说了离开？别紧张，毕竟英雄们都肩负了沉重的使命，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待在奥赫玛的嘛。不妨这么理解吧，它就是温法罗斯的星穹列车，而3.0版本开放的也只是这座圣城的部分区域，后续版本奥赫玛的面纱也会进一步揭开。原来这么大一片场景还只是奥赫玛的一部分地图啊！是的。然后，除了复世之泰坦，还有一位神明会在3.0版本为烛火之旅提供助力。还记得先前提到的命运重渊吗？对。在开拓任务中段，开拓者一行人会重返此地，穿越层层迷雾，在神殿的最深处觐见岁月之泰坦欧洛尼斯。也就是在这里，命运重渊这个地方，开拓者将会踏上记忆的命途，并且获得从过往中汲取力量的能力。从过往中汲取力量是什么意思啊？在温法罗斯存在着名为欧洛尼斯奇迹的神奇现象，信仰岁月之泰坦的祭司能够凭借他的神力复现旧日的幻影，改变现实。相关情节较长，此处就先不展开了。但资质过人的开拓者最后也会获得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也是温法罗斯的核心游玩体验之一。通过欧洛尼斯导言，开拓者能够将一些物体还原至过去的状态，由此解开谜题或创造出新的道路。而在部分特殊场合，甚至能让过往的风景在现实显现，令二者交叠，碰撞出奇妙的化学反应。这样的意思就是同一个场景它会有过去和现在两种状态。没错。而在3.0版本还会有一张特殊的地图，开拓者能够完整见证它过去和现在的全貌，那就是纷争之泰坦的所在地旋风城。纷争，我记得你们前面好像说过啊，就是这位泰坦是3.0故事的主要敌人。纷争之泰坦尼卡多利曾向众神宣战，令世间陷入永无止境的纷争。可是战神最终也为战争付出了代价，他的神体被黑潮侵蚀，陷入了疯狂，领地也迷失在浓雾中。旋风城因它高悬于空中的天谴之风而得名，烛火之旅的第7枚火种就沉睡在这里。主线中，开拓者会和黄金翼一同来到旋风城，在荒废的要塞中穿行，与发狂的眷属交战，最终来到堕落的泰坦面前，从他手中夺回纷争的神权。在我们的旅行期间啊，一行人还会遇到名为扎格列斯之手的装置。这个装置呢，它是诡计泰坦扎格列斯留在世间的机关。在探索过程中，开拓者可以用它来托举、抓取或者砸开通路，甚至还可以用它来秒杀怪物。那在3.0开拓任务的后半程，因为某些原因，众人会借助欧洛尼斯的力量，重回久远的过去，深入黄金年代的旋风城。感觉和现在完全不一样，这种昼和夜、辉煌与破败的对比好强烈啊！没错，这正是我们希望通过不同的时间、
同一地点的直观对比，来展现翁法罗斯的命运变迁。末日的阴影切实地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顶，对这个世界造成了非常沉痛的影响。一座又一座城邦的陷落，导致民众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被迫集结在奥赫玛。这也是翁法罗斯人对神谕深信不疑的原因。他们期盼着英雄们能够战胜12泰坦，归还全部的火种，实现预言中再创世的伟业。3.0的最后一个场景就是完成这一仪式的场所——世界的起点——创世窝心。这是祭祀12泰坦原初神性的伟大圣所，也是神谕中创世奇迹降临的地点。每当战胜一位泰坦，取回他的火种后，黄金翼就会在此将其归还。所以是英雄们交任务的一个特殊地点。那我感觉中间那个地方应该放一个黄色问号啊！注意看，星空中每一座被点亮的星宿，都代表了前人的一段旅程。这段漫长的烛火之旅，在千年时光中已走过了艰难的半程，而剩下的一半就要靠各位开拓者了。创世窝心同时也承担了我们世界商店的一个功能。那通过对翁法罗斯的探索和收集，开拓者们可以在这里兑换相应的奖励。另外，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去聆听星空中的低语，去了解更多和泰坦相关的信息。真是从各种意义上都令人充满干劲儿的地方。翁法罗斯整体给人的感觉都是非常宏伟的，有很多的超自然景观和巨型建筑，跟之前去过的几个世界都不太一样，会有点希腊罗马的味道。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风格作为新世界的主题呢？那星穹铁道的世界观相当的庞大，无所不包。经历了匹诺康尼以后，我们希望翁法罗斯能在符合铁道一贯调性的同时，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新鲜感。所以在探索世界风格的时候，我们先是锚定了神话和英雄这一层的关键词。那经过比较长时间的探索、讨论和对比呢，团队会觉得以古希腊或者古罗马质感的文明作为世界原型是不错的选择。同时，这也是我们项目组没有尝试过的一个新方向。一些 something new。是的，为了表现这一主题，项目组也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努力。那不管是随处可见的巨构建筑，还是鼎盛与衰败的时代对比，翁法罗斯的场景可以说是星穹铁道目前做过最宏伟，同时制作难度也最高的地图。不过，即便前面说了这么多内容，我知道大家心里还是会有很多疑惑，这也再正常不过了。有关这个世界的更多秘密，期待大家还是能在进入3.0版本以后去深入的挖掘。翁法罗斯是一个迷雾重重的地方，它有漫长厚重的历史，留下过悠久的泰坦神话和无数的英雄事迹。那另一方面呢，现实中的危机又在不断的迫近，烛火者们肩负的职责也在不断的加重。我们希望能够做一方最隆重的舞台，见证开拓者登上台前，一步步成为这个世界的英雄。那么在2.7前瞻《翁法罗斯英雄记》发布后，这个世界也获得了热切的关注。透过一些彩蛋，许多开拓者感受到了翁法罗斯背后承载的崩坏 IP 的重量。但也有一些开拓者会疑虑，作为系列的新朋友，在不了解其他作品的情况下，是否会有体验的缺失，或是必须要把这段空缺补全。但就像星穹铁道一直以来所强调的，请不要有任何压力或负担。正如 PV 所说，将要在翁法罗斯上演的是一个不同以往的浪漫故事。这个故事中登场的所有人，包括白垩和西莲两位似曾相识的朋友在内，都是崩坏 IP 的全新角色。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命运，将要去完成一段独一无二的旅程。我们会将这段故事以没有门槛、没有负担的形式呈现给所有的开拓者。对于崩坏系列的老朋友，或许在一些瞬间，你会捕捉到似曾相识的感动。请相信，这并非来自外物，而是独属于你自身的一种跨越时间的美好感情。如果你愿意将这种喜悦与他人分享、交流，我们会感到十分荣幸。而对于崩坏系列的新朋友，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和这些角色建立起独属于自己的回忆，开创一段全新的浪漫故事。此时此刻，我们正走在进行时的路上，将要开启的是一段为期1年的烛火之旅。希望这段英雄的征途能在所有开拓者心中留下不灭的印记。而对于一个记忆的世界，这或许就是弥足珍贵的至宝。好，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这段记忆的发生。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会为大家带来3.0版本的角色以及更多其他的讯息。
欢迎回来，这里是崩坏新铁道3.0版本前瞻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阿成。阿成老师也是一位大家老熟人了。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面对翁法罗斯这样一个未知的世界，会有不同的视角从内外各自推动故事。联系到刚才开场的 OP， 我大胆猜测一下，外线故事的推进会不会与某位天才有关？猜得不错。在2.7开头任务的结尾，黑塔女士已经率先登场了。我想，没准她就是你口中的某位天才。看来这位列车组的盟友终于要出手了。而且他是天才嘛，对于黑塔来说，未知的事物总是充满吸引力的。为此，他也不惜现出真身，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吧。黑塔女士，天才俱乐部第83期致时的令使。传闻她一直隐居在银河边境，极少在人间现身。人类，女性，年轻貌美可爱，原来她之前的自我介绍都是真的呀。不过我再确认一下，黑塔的真身就叫大黑塔了。此事在天外卫星通信亦有记载。博士学会的撰稿人曾想为黑塔女士取一个更具特色的头衔，但被本人拒绝了。对于这位不拘一格的天才，既然大小黑塔都是黑塔，那不妨就以此相称，不仅出人意料，还信达雅。是的，天才的措辞总是非常的精准。而黑塔呢，其实是新中铁道最早登场的人物之一，大家对于黑塔的人偶也很熟悉。所以在设计大黑塔的时候，我们希望他本人的形象既能让大家有熟悉的亲切感，又能带给大家和人偶黑塔不一样的感觉，也追求信达雅的感觉是吧？可是我觉得他身上好像有很多那种魔法史要素，跟我们刻板印象中那种天才科学家好像不太一样。对于黑塔来说，天才这个称号本身呢，只是它的起点。黑塔致力于探索知识边界之外的事物，他想要去更高维度、更高的世界探索与俯瞰知识。而这位天才认为呢，所谓的魔法就是还未被世人理解、掌握的科学知识而已。很有道理啊，确实，魔法和科学不应该被这么简单的定义。有没有可能没这么复杂？只是这种穿衣风格更符合他的审美喜好？是这样吗？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开拓者熟悉的黑塔空间站呢，起初也只是黑塔女士的收藏室之一，所以没准人家的衣橱呢，也就跟空间站一个大小。哦，原来如此。想知道这位天才平时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就请期待一下他的动画短片和清新机油吧。好，那接下来就请阿成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黑塔女士的技能。好的，大黑塔是一名致使命途的冰属性角色，在战斗中她的表现也是非常的致实。展开说说。对于大黑塔来说呢，战场就是实验场，战斗是探寻答案的过程，一切敌方目标都是研究对象。大黑塔能给敌方施加特殊标记，这个标记是他对敌人的解读可以叠加，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根据解读的层数对敌人造成伤害。解读敌人用于研究，你说的致实是这个意思啊？那它的叠层有上限吗？42层，这么多？也合理，毕竟宇宙的终极答案，对吧？没错，但是我还没说完。只要他在队伍中，我方任意角色的攻击都能对敌人进行解读，这就意味着，如果队友是群攻，解读的速度会大大加快，造成更多伤害；而如果队伍中还有其他致使命途的角色，造成的伤害还会额外提高。不愧是大黑塔，以一人之力带领全队走在科学的道路上。是的，使用强化战技时，大黑塔会根据主目标的层数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主目标身上的标记会被重置，但是其他敌人身上的标记还在，可以继续叠层。所以在多数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优先选择层数最高的敌人作为主目标？没错。那如果我层数叠错了，比如说最高的层数没有叠到 BOSS 身上，我应该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大黑塔的终结技会将敌人身上的解读层数智能排序。也就是说不会出现大炮打蚊子的情况是吧？这也太智能了吧？不过是排序算法而已嘛，对大黑塔来说并不难。而且它的技能画面表现中会出现一些像画框、钥匙、锁孔这样的意象，这其实代表了大黑塔在不同的知识领域穿梭，想要开启智慧之门的感觉。开启一扇门就干掉一个怪？不，
在实际战斗中，虽然敌人会一个个的被大黑塔攻击，但基本上都是一起被大黑塔干掉的。好的，果然世上没人能负他。大黑塔的秘技也很有自己的风格。使用秘技后，它可以在地图上标记多个普通战利品的位置。全图宝箱雷达吗？没错，而且在使用秘技后进入战斗时也会有额外的效果。作为模拟宇宙的主理人之一，规则是由大黑塔制定的，所以在模拟宇宙、差分宇宙使用秘技进入战斗后，每个 BOSS 开始时，大黑塔都会对敌方全体造成固定比例的伤害。太好了，是大黑塔，我们模拟宇宙打3只小猪有救了。我发现这个秘技的镜子中反射出了大黑塔的身影。没错，这个镜面呢，我们其实做了一些新的尝试与突破。中间那个映出它影子的镜面是《星穹铁道》游戏中目前唯一一个真实镜面，能够真正映出大黑塔的身影。之前跟技术美术同学敲定的是，游戏里是不能做任何真实反射的东西的。然后有的同学呢，其实对大黑塔的镜面就非常的羡慕，因为他们也想要在任务中把所有的镜面都做成可以真实反射的。那为什么不呢？因为如果你把游戏中所有的镜面都做成真实反射镜面呢，可能就会让玩家的手机都变成黑色的镜面。性能撑不住是吧？行吧。那我们聊完世界外部的黑塔，接下来该是不是讲一下翁法罗斯内部了？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啊，前传中我们反复提及的黄金翼究竟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呢？在翁法罗斯，黄金翼可以视作英雄的代名词。他们是一群体内流淌着神性的人类，大多有着复杂的过往，拥有超凡的特质。黄金翼在人群中已是万里挑一，而被神域选中踏上烛火之旅的更是少之又少。而在 3.0 版本，开拓者们就会迎来第一位黄金翼，也是众英雄的引路人阿格莱亚。优雅、华丽、金灿灿的，他是奥赫玛的城主吗？尽管阿格莱亚出身名门，但他并非奥赫玛的统治者，他只是在履行捍卫者的义务。不过，在许多凡人眼里，阿格莱亚已经成了圣城的象征。感觉他身上有股神性的美。是这样的，我记得在设计阿格莱亚之初呢，IP 老师给我们的关键词中有一个形容词是高岭之花，但是这个形容词呢，当时让我们非常的困惑，什么叫高岭之花？烧鸡老师，你再来解释解释，什么叫高岭之花？其实想表达的是他和其他人的距离了。阿格莱亚是最早踏上烛火之旅的黄金翼之一，漫长的时光在他身上流逝，带走了为人的青涩和天真。烛火之旅也曾经一度中断过，是阿格莱亚召集起新生代的黄金翼，再度开启了旧时的旅程。如今，他背负着浪漫的神权，他的所思所想，每一步抉择都牵引着温法罗斯的未来。也正因如此，他好像离常人越来越远，反倒变得和旧日的神明相似起来。哇，这句话听起来总感觉像是什么 flag。也是顺着这个思路出发吧。我们在设计阿格莱亚的时候呢，也参考了一些希腊神话中对于女神的描绘，使用了诸如石榴花、贝壳，还有桂冠、橄榄叶这样的元素，想要突出她高贵、优雅、神圣的一面。这个例会上围绕着她身边的是人台和丝线吗？是的，改衣师是阿格莱亚的另一重身份。那么做衣服嘛，肯定离不开针线、剪刀，也得有人台辅助她进行工作，这是她的衣匠。另外，这些心思也是浪漫神权的表现。他能捕捉到最细微的动静，将事件讯息送往阿格莱亚的指尖。而在奥赫玛城中，还有着名为万维网的信息系统，也是凭借阿格莱亚和另一位黄金翼的神力搭建起来的。观测加网线，那这的确就是奥赫玛的神，那毕竟没网肯定完蛋了呀。那阿格莱亚其实也是我们第一个限定5星的记忆命图角色，还请阿琛老师为我们展开讲讲。没问题，之前2.7前瞻中也有提到，记忆命图的角色拥有称之为异灵的召唤物。阿格莱亚会召唤异灵衣匠与他共同战斗，角色和异灵之间也会具有独特的交互表现，这点在阿格莱亚身上也会有体现。怎么个独特法？对阿格莱亚来说呢，服装设计是一种生活方式，衣匠更是他对于理想化自我的投射，所以阿格莱亚与衣匠一起战斗时，会呈现出一种双人共舞的感觉，和理想中的自己一起跳舞，听上去还挺浪漫的。敌人可能不会这么认为。在这场双人舞中，阿格莱亚会给敌人添加标记，衣匠会攻击阿格莱亚标记过的敌人。我有个疑问啊，
从画面上看，衣将是可以单独行动的，那敌人可以单独攻击衣将吗？是可以的，不过无论是衣将攻击敌人还是受到攻击，都会帮助阿格莱亚回能。哦，原来如此，衣将的确是阿格莱亚的好帮手。衣将的作用远不止这些，当衣将对敌人进行攻击后，衣将自己的速度会提高，而当阿格莱亚释放终结技后，阿格莱亚的速度也会提高，并且他还会和衣将合力攻击敌人，也就是说，在一次行动中，阿格莱亚和衣将都会对敌人进行攻击。这个合击能对敌人造成更高伤害，还能进一步提升衣将的速度。听起来他们俩在彼此的帮助下越转越快，越转越快。没错，而这就是这支双人舞的精妙之处，就好像是衣将拉着阿格莱亚转圈，阿格莱亚再拉着衣将转圈，两个人越转越快，最后达成连续多动，进行多次合击。哦，感觉他和衣将实践的方式都非常的优雅，但优雅中呢又带着一些凌厉。是的，毕竟阿格莱亚接受过严格的弓琴剑术训练，他的人台也继承了这种轻巧华丽的剑术风格。这支双人舞或许就是阿格莱亚内心另一侧面的写照。没错，而他们俩的速度越快，对敌人造成的伤害也越高。不过舞蹈也有结束之时，被召唤出来的衣将也会消失，迎来谢幕。明白了，看来速度对于阿格莱亚和衣将至关重要。那除了这种互相加速的方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让阿格莱亚和衣将转得更快一点呢？当然，队友可以直接选择衣将施加增益，比如使其行动提前或是提高速度。原来如此，感觉作为召唤物，衣将对于战斗的参与方式会更加多样化。没错的。阿格莱亚只是一个开始，在踏上温法罗斯的旅途后，开拓者还会和形形色色的英雄邂逅，而这些黄金翼的故事将会由一个全新的系统“如我所说”来承载。如我所书，你这个书是名词还是动词啊？嘿，没准是双关呢。如我所书会在 3.0 主线的某个阶段解锁。从外观来看，它是一册来由不明、内容空白的书本。但随着烛火之旅的进行，开拓者偶尔会闪过名为“无名的追忆”的灵感，借由这一缕灵光，英雄的故事会被一一记录下来。所以名称中这个“我”指的就是开拓者啊。嘿，这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如我所书会和温法罗斯的开拓任务一同更新。随着故事推进，开拓者会与越来越多的黄金翼相遇，留下独一无二的记忆，令一篇又一篇史诗成章。又是记忆，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词儿啊。那么在 3.0 版本中，应该还有另外一位记忆命途的重磅角色，两位老师来讲讲啊。那另一位确实重磅，就是开拓者自己，将在温法罗斯踏上记忆的命途。好快啊！所以开拓者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形下获得了弗离的瞥视呢？这次和匹诺康尼不同，我们的主角在故事最初就踏上了新的命途，所以在前瞻上恐怕也没有什么能展开的。唯一好透露的就是记忆开拓者身边会多出一位新伙伴，因为他来历成谜，而且只会发出咪咪的叫声，所以暂且用咪咪来称呼他吧。感觉他身上也有不少的秘密啊。这你就想多了，这么单纯可爱的小动物能有什么秘密吗？人家只是想和开拓者一起旅行罢了。毕竟烛火之旅是很沉重的啦，总得有些可爱的气氛来点缀才行。除了提供可爱的气氛呢，在战斗中咪咪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开拓者可以在战斗中召唤咪咪，每当我方恢复能量时，也会为咪咪进行充能。此外，开拓者也可以通过时光战技和终结技的方式为咪咪充能。咪咪能量充满后，可以主动选择我方单体进行声援，使其立即行动，并能够额外造成真实伤害。真实伤害是个什么意思？之前好像都没有出现过。我觉得可以类比一下超级破伤害吧。真实伤害呢，也是一种特殊的伤害类型，你可以理解为真实伤害是一种额外的附加伤害，它无视敌我任何一方的减益或者增益效果，会直接对敌人造成伤害。听起来感觉，虽然衣将和咪咪之间有一些异灵的共性，但带给大家的游戏体验却还是很不一样的，对吧？是的，虽然都是异灵，但是它们各有其独特性。在制作之初，项目组内就达成过共识，记忆命途应该带给开拓者一些全新的体验。这种新一定是为了乐趣而存在的，比如说你的配对可以搭配得更好玩，有更多的策略空间可以探索。那么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认为在战场上增加新的可操纵单位是一种非常直观的乐趣，也能带来更多的变化。由此而来，战斗表现、美术表现上也有了新的尝试方向。我觉得咪咪还是很可爱的，一巴掌拍上去也很有气场。无论你喜欢休闲还是挑战高难内容，我们都希望记忆命途的加入能让你获得更多的乐趣。那既然说到了新的体验，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讲讲我们要在新的世界里面对的敌人了？没问题，在 3.0 版本中呢，当然也有全新的敌人与我们交锋。
在刚才的节目中，少基老师也有提到过，我们的3.0主要目标是对纷争之泰坦尼卡多利进行征讨。那么在征讨之初，开拓者会遭遇纷争泰坦的眷属、天谴先锋、天谴斗士等敌人，会伺机而动与开拓者作战。泰坦的眷属会有什么样的能力呢？这些眷属各有其癫狂之处，不过他们多拥有特定层数的战甲，在受到攻击时，战甲的层数会减少，而失去所有战甲后，眷属们会立即失去一定的生命值，并且为攻击者恢复能量。哦，那看来我们要对这些眷属们施以高频的打击。没错，打完眷属，那我们是不是要直接面对泰坦本尊了？没错，3.0版本的开拓任务中最主要的敌人应该就是纷争之泰坦尼卡多利了。确实，在与他的交战中呢，开拓者需要积攒荣耀层数击碎尼卡多利的泰坦神躯。我方角色在持有荣耀时，使用战技或终结技都可以增加荣耀，获得增益。荣耀越多越顺利，的确是为勇敢者准备的战斗。是的，尼卡多利呢又被称为天谴之矛，作为纷争泰坦，他和他的信徒们对战争和战斗有一种狂热的信仰。在战斗中，他会投掷锋利的矛对敌人发动攻击，还会挥舞巨剑对敌人发动神潜。哎，等一下，这个巨剑好像有点眼熟，之前好像在哪个地图上面……直接回答你了，就是旋风城上空悬着的那柄。所以纷争泰坦就是连自己的城邦都要天谴一下，是吧？啊，尼卡多利向来是科法勒的死敌嘛，但是在被黑潮侵蚀陷入崩溃之前，他依然是一名高傲且光荣的泰坦。在3.0开拓任务的高潮，经历艰难险阻之后，黄坚毅最终会与取回神性的纷争之泰坦交战。在战斗中呢，恢复完全之身的战神会对我方角色进行征服，受征服的角色会被长矛钉住，被钉住的角色血量上限会降低。开拓者需要优先攻击这些长矛，为角色恢复血量上限。在攻击自身对应的长矛时，对长矛造成的伤害也会更高。先用矛把我方角色的灵魂钉住，然后再用巨剑进行毁灭，他下手还真挺狠的。当然，除了这些呢，我们的新敌人也有爱偷东西的小偷贼灵巴特鲁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敌人。哎，怎么还有小偷？这格调和前面几位都不太一样啊！还记不记得3位灾厄泰坦中有一位是诡计的泰坦，名为扎格列斯，这个小偷就是他的信奉者之一。没错，他贪财而且胆大，可能会当着开拓者的面把迷宫中的宝箱吞掉，然后逃之夭夭。哈，偷了箱子还想跑？必不可能放过他，只要痛扁他一顿，小偷就会把箱子吐回来，并且给开拓者更多的奖励。确实，开拓者反手就开始掏小偷的兜，拿来吧你！哦，这就叫敌人不仁，休怪开拓者不义。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3.0版本的卡池讯息。在3.0版本上半的跃迁活动中，开拓者可以在卡池中获取限定5星角色大黑塔，限定5星光锥，向着不可追问处获取的概率将提升。除此之外，在3.0版本的上半还会开启特殊的跃迁活动，限定5星角色灵鲨、飞霄、翡翠将会同时复刻。限定5星光锥，唯有香如故，我将寻征追猎，偏偏希望无价也将复刻。在3.0版本下半的跃迁活动，开拓者可以在卡池中获取限定5星角色阿格莱亚，限定5星光锥，将光阴之城黄金的获取概率也将会得到提升。与此同时，在3.0版本的下半也将会开启特殊的跃迁活动，限定5星角色波提欧、知更鸟、银狼将会同时复刻。限定5星光锥，驶向第2次生命，夜色流光溢彩，鱼之下也将会复刻。在3.0版本的卡池中，还会新增一张记忆命图的4星光锥，以及2张3星光锥。无名勋礼中将新增一张记忆命图的4星光锥。除此之外，袭真琳琅中也将新增一张记忆命图的4星光锥。在3.0版本，记忆之雷拟造化恶即将上线，挑战成功可以获得记忆命图角色的行迹材料。弦歌之境心事碎动也即将上线，挑战成功可以获得仪器套装、凯歌铸节的英豪和哀歌复国的诗人。我猜在3.0版本中也会有双倍活动。你说的没错，花葬繁生和位面分裂活动也将在3.0版本复刻。好，感谢2位老师，让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节目继续。大地兽别怕，我来给你修脚喽。哎，来抬脚。啊，这是个啥印痕？这伤口肯定是在黑潮爆发的那边送货的时候搞的吧？忍一忍，先给你消下毒。
您家中是否也有这样顽皮的孩子，时常闯祸，打破家里的工艺品？没关系，欧洛尼斯奇迹出品的迷你款奇迹手电筒会为你解决一切烦恼。轻轻一按，欧洛尼斯之力就会带你回溯时空，任何东西破碎了都能完好如初。马上点击下方购物车购买吧。其实以前啊，玄分城确实有统领敌人鲜血的习俗。当年尼卡多利被法吉娜羞辱，就勒令他献上城邦居民的鲜血，不然就亲手去取。结果呢，法吉娜的信徒用16只替代鲜血发给了玄分城人。黄金时代的奥赫玛美食，这是我刚从云石黑市里买来的一枚大地兽蛋，用这枚蛋来做。As the next destination for the Astral Express approaches, let's take a look at some of Amphorius's finest citizens. Honest, straight edge, and peaceful, presenting the legends of Amphorius. Premiering soon on YouTube and Twitch. Still here. 家人们，虽然有可能被封，但我一定要跟你们说句真话。所谓烛火之旅，不过是一场骗局。黄金翼和阿格莱亚全部都是骗子。能拯救翁法罗斯的，只有我们元老院。感觉不太行，我感觉有点晕，怎么回事？跟你说了，大地兽背上不要看手机，你看这下晕瘦了吧？TT 老师，您没系安全带呢。奥赫玛的道路监控是全程联网的，运行不规范，运营2行泪。我们可以不晃了吗？感觉这段表演好假。行，大家一起别晃了。OK， 不晃了。好的，那要么2位新面孔的老师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游戏运营小婉。大家好，我是关卡设计哈特。欢迎几位。刚才我们聊过了翁法罗斯的神明黄金翼，也了解了这个世界正在面临末日危机，感觉都好沉重。要不我们再聊点相对轻松的？好呀。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翁法罗斯这个世界虽然很大，但是也不是那么的遥远，会有很多接地气的东西。如果说主线故事是英雄之旅的话，那么在版本活动、关卡玩法以及场景生态中，我们希望能展现这个世界更加生活化的一面。哎，对，我们先来说说版本活动，理论上该到这一趴了吧？OK， 那我开始吟唱了。在 3.0 版本的活动《地宫迷踪》中，开拓者和翁法罗斯的冒险家将一同进入神秘地宫进行冒险。勇者与地下城里面有什么呀？按照一般定律，地宫深处肯定是有宝箱啦。那么同样的，想要拿到宝箱，就要通过重重考验。地宫迷踪活动会分为4层，每个关卡都会有不同的玩法。开拓者需要在冒险家的帮助下解开谜题。除了大家在主线剧情中会体验到的欧洛尼斯奇迹、扎格列斯之手的玩法之外，在这里开拓者还会看到预言酸杯，按照提示拼出指定形象就可以获得奖励。而在黄金替罪羊玩法中，开拓者需要根据提示帮助金山羊在荆棘之间谨慎前行，取得生活。这些东西听起来都和泰坦的能力有关，是吗？是这样的。通过地宫迷踪这个版本活动，我们希望能让开拓者体验到更多与泰坦神力相关的翁法罗斯特色玩法。此外，我们希望能帮助开拓者更快地对这个世界进行探索。为此，在 3.0 版本中，我们也为开拓者准备了一本见闻手册。相传，翁法罗斯曾有位名叫伊利亚的黄金翼，一生中曾游遍各地。后来，吟游诗人将他的见闻收集、统合，写成了著名的《伊利亚游记》。
在版本活动《伊利亚游记》中，跟随指引完成指定的探索和收集任务，就可以领取相应的奖励啦。没错。那么在 3.0 版本的活动中，开拓者不仅要作为探险家，还要肩负起作为勇者的使命。奥克玛市集中出现了一名走丢的孩子，热心的开拓者将按照孩子提供的线索，寻找散落在各地的圣卷，揭开城邦的往事，同时也将获得作为一名勇者应得的奖励。在版本活动晨昏卷影中，开拓者需要找到多个对应的卷轴，击败故事中的对手。在前面的挑战中，每个卷轴都由增益积累、终极挑战2个阶段构成。增益积累阶段需要利用关键敌人的异变机制提升增益，然后在终极挑战阶段尽可能击败更多敌人。而在击败前面的敌人后，开拓者要与泰坦进行最终决斗。进入战斗前，开拓者可以选择部分之前积累的关卡增益，给自己上 buff。哦，了解。那这几个活动都确实还挺接地气的，与人同行，然后把英雄的传说写在翁法罗斯的大地上。那 3.0 版本的几个版本活动，在设计时都是希望从翁法罗斯的普通人作为切入点，想要从一个更加微观的视角为大家展示，在末世的环境下，普通人眼中的泰坦、黄金翼还有翁法罗斯是什么样的样子。在后续版本的版本活动中，我们也会为大家展示翁法罗斯世界生态的更多侧面。其实翁法罗斯新增的一些玩法，比如预言算杯呀、扎格列斯之手呀，我觉得也是泰坦神力在日常生活中对普通人影响的一种抽象化的表达。记得当初我们定扎格列斯之手这个玩法的时候，脑海里想象的就是有一种巨大无比的东西，就像泰坦的神力在帮你做事的感觉。哦，那就是泰坦有形的大手。这些神迹是翁法罗斯人会信仰泰坦的原因吗？那对于翁法罗斯人来说，大部分普通人对于泰坦的信仰还是比较功利的。说白了，很多人信仰泰坦神明的原因，是因为相信这些神明能够庇佑他们。那一个人的城邦和家庭的出身，他的人生遭遇都会影响他们对泰坦的信仰，甚至也会有不信者的出现。身份不同的人呢，对于某些特定泰坦的态度也会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有的人是把泰坦视为精神支柱，也有些人是在借用泰坦的力量做一些事情。那甚至还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试图去裹挟泰坦，为了达到自己私人的目标。好，那说到人，我感觉奥赫玛本身还是一个比较繁荣和富足的城邦，会有很浓郁的生活和生命气息，无论是人还是动植物，都会有种欣欣向荣的感觉。阿格莱亚还是把奥赫玛治理得挺不错的。作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他非常明白，即使在末日之下，民众也不仅仅是需要生存的保障，更需要希望与美好。对一般人来说，日子该过还是得过嘛，自己的生活还是要经营好，对吧？所以项目组的老师们在构建场景还有生态的过程中，要考虑的对立元素，感觉还是很刁钻的。既要展现神性与宏伟，又要展现人性与生活；既要展现末日的阴郁和苦难，又要展现这个世界更加积极繁荣的一面。我觉得可以说是一种平衡吧。为了让世界更磅礴大气，也为神性文明增加一丝神秘感，我们会去做很多具构建筑的表达出神与人之间的差异。奥赫玛是目前最大规模跨度的地图，把富士泰坦作为核心地标，在各个地区都能看到远处有其他地区的外观。相比之前的世界的地图，会有更强的连接感。同时，为了平衡神系建筑所附带的一些空旷感，在设计上我们也融合了一些偏地中海风格的城市肌理，用来塑造更别致的城市景观。比如，为了纪念神迹而建立的广场，可以见到有许多在此祷告的信徒或者闲逛的市民。而云石市集更是奥克玛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区域，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店铺，延续着居民们的生活。居住区会有更浓郁的自然风格和饱和度更高的色彩，这也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我记得翁法罗斯还有很多有趣的小动物，哈特老师要不也讲讲？好呀，在翁法罗斯这个世界里，会有一些奇妙的小生物，还有大生物，比如我们现在骑着的这个大地兽，就是翁法罗斯人的好帮手，既能载人也能运货。大地兽是蜘蛛三泰坦中大地泰坦吉奥里亚的造物，奥赫玛城中设有专门的大地兽工坊，用来养育它们。此外，还有一些奇美拉会分布在城镇的各处，就是这些小家伙们啦。它们的颜色啊、性格上的差异也非常大，有的脾气暴躁，有的调皮捣蛋，还有的会使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当地的居民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是一群超级可爱的小家伙。我还有一个想要补充的点，我觉得翁法罗斯这个世界的场景体验跟开拓者的剧情体验会有很强的相关性，是一个随着时间循序渐进的过程。虽然现在还不能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相关法，
但还是请大家期待一下。好，那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翁法罗斯是一个多城邦的集合。在遭遇了灭顶之灾之前，每一个城邦可能信仰的都是不同的神明。那随着末日的来临呢，人们生存的避难所逐渐的缩小了，主城奥赫玛就成为了多种文化、多种信仰的交汇地。在这种末日预言成为常态化的情况下，普通民众也会在神明、末日、黄金翼这样的特殊社会中衍生出独特的文化与生态。在 3.0 版本，我们也将会更新我们该去往何方、我曾在阿卡迪亚、夜梦南缄默多个冒险任务，为大家展示这个世界里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好的，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怎么了？好像撞到什么了吧？完蛋了，大地兽好像踩到大伟哥了。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还有我都说过了，就算是大地兽也要规范运行，怎么就没有人听呢？这不，现在大地兽交通肇事了呀！那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哎，别慌，我有一计，我们用欧洛尼斯的导言，把大伟哥回溯一下吧。啊，这能行吗？Hello, dear Trailblazers, it's your old friend 大伟。首先，在3.0版本寻星之旅活动如约而至，签到即可领取10连抽。除此之外为了庆祝开拓之旅抵达全新的世界温法罗斯大家还可以通过靡靡之礼签到活动再领取10连抽。同时，为了让各位在温法罗斯的冒险之旅更加顺利，开拓者还可以通过靡靡之礼签到活动获取仪器重置道具变量骰子。当然了，3.0版本预约活动现正开启。温法罗斯正在等待着英雄们的到来，现在就是集结的时刻，立即扫描画面上的二维码前往预约，还有机会获取星穹、食物奖励等奖品。与此同时崩坏星穹铁道开拓者版本 PS5 光碟礼盒将于2025年1月份线上线下同步发售。礼盒包含 PS5 实体光碟及光碟盒、烫金雷射角色闪卡9张、PS5 限定雷射 Q 版开拓者钥匙链2个，以及游戏内专属道具兑换码。更多相关资讯，请前往 Hoyo Lab 搜索“崩坏星穹铁道开拓者版本 PS5 光碟礼盒”。另外，在1月15号当日3.0版本上线前我们也会照例为玩家们带来一场直播节目，由温法罗斯当地的居民向大家讲述烛火之旅开始前奥赫玛城中的生活。最后，海雾笼罩的小镇，17桩离奇的失踪案件，飞枭警长受命调查，却发现每一个失踪者的故事都指向深海中不可名状的存在。在本次前瞻节目结束后才华横溢的同人创作者将在 Hoyo File 频道为你呈现一场充满奇思妙想的同人特别节目，带你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新年夜。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来到3.0前瞻特别节目的现场，还能看到如此巨大的大地兽哎，他怎么又倒了？哎，完了，欧洛尼斯的导言有时效，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那现在怎么办呀？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跑啊！星穹列车即将前往下一个站点，探索阿金维利也未曾到过的神秘世界。我们将前往米哈游，挖掘翁法罗斯创作过程中的幕后故事，探寻财富密码。正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剖析离谱需求，带着镣铐进行创作，需求一个比一个难搞，揭秘职场骗局，不要答应策划的任何要求，见证同事曹哥。刚才有人说要跟你报了，跟我一起走进崩坏星穹铁道项目组，见证这场开拓之旅的前方究竟会有怎样的惊喜。跑！欢迎来到3.0版本的前瞻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麋鹿，也再次欢迎我们的阿成老师回来。说起来，我们刚刚为什么要跑？因为翁法罗斯这么宏伟，这么辽阔，所以我们要快点赶路，快点探索，对吧？真的吗？说到探索
其实，在3.0版本中还有一些系统优化和更新想要带给各位。就像去年2.0版本的时候说过的那样，项目组的同学都一直非常关心开拓者的反馈和意见。3.0版本也将继续清理游戏体验中的小石子儿，针对开拓者的反馈，对游戏的体验方面进行持续优化。比如说，拿跑图方面来说，在3.0版本，我们在地图中新增了道具飞天弹地，在击碎它们后可以获得移动加速的效果。探索变得更加高效了。那其他方面呢？其他方面啊，开拓者的开拓力上限也会提升到300，模拟宇宙的沉浸器上限会由8个提升到12个，并且从3.0版本开始，全部的拟造花萼、凝滞虚影和侵蚀隧洞都会提前开放，开拓者可以直接进入关卡进行挑战，获取想要的材料。而我们在黑塔空间站、贝洛伯格、仙州罗浮、皮诺康尼、翁法罗斯的世界商店中，也会新增每个世界的专属寻宝道具。使用寻宝道具就能够显示一定区域内宝箱的位置，开拓者可以根据寻宝道具的指引，更快地获取宝箱奖励。真不错啊！这下之前一些没找到宝箱就可以拿齐了。还不止这些。那就剧情任务体验来说，翁法罗斯的主线也开放了提前解锁功能，以照顾新加入的玩家。开拓者在完成贝洛伯格的开拓任务静静的星河以后，即可直接前往翁法罗斯体验最新的开拓任务，希望能让期待这段英雄之旅的开拓者们更无顾虑地投入故事当中。除此以外游戏内的养成系统也会迎来迭代。在3.0版本，我们新增了培养指引的功能合集，希望能让游戏的养成变得更加方便。具体有哪些功能呢？可以展开讲讲吗？通过培养指引，开拓者可以对角色目前的练度进行评估，系统会给出角色等级、光锥、行迹等方面的提升建议。此外，开拓者还可以选择想要养成的角色，并设定养成目标，这样在刷取材料的时候，会直观地显示距离达成这些进度还差多少。除此以外，这个功能还会针对目前的配置，为开拓者推荐最合适的仪器，并提供仪器的提升建议。除了上述内容，之前在2.7前瞻节目中提及的仪器主属性及附属性定向功能、仪器附属性强化次数重新分配的功能也将正式时装。在3.0版本中，搭配自诉神之，使用新道具岁月神之，就可以对仪器的主副属性进行定向。此外，开拓者可以通过消耗变量骰子的方式，对已经强化至15级的5星仪器进行重置，重置后将对已有附属性的强化次数进行重新分配。好，感觉3.0版本的系统优化还是非常多的。那么站在3.0这个大版本的节点上，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后续版本的优化会有哪些呢？来点前瞻的前瞻是吧？后续版本确实会有一些计划。举例来说，材料合成可能不够便捷，从低级材料到高级材料中间要进行好几次的合成操作。还有很多版本活动我们已经都玩过了，但是资源还是会留在设备里头占据空间。再比如说多端互通上重复提示的红点的问题等等。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心灵铁道》是一款大家玩了不会感到累的游戏，而这些确实会让大家感到不爽、卡手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改进的，也请大家期待后续。没错，希望开拓者可以给我们更多关于游戏体验上的反馈。好的，非常感谢老师们的回答。那么今天其实还有另一个消息带给开拓者，话不多说，导播切下屏幕。在开拓之旅即将启程的时刻，我们的小3月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开拓者。哦，我记得这个不是小3月在贝洛伯格时穿过的漂亮礼服吗？没错，也是让大家久等了。小3月已经和我们共度了将近2年的时光，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在哪个世界，他都希望自己能一直陪伴我们进行开拓之旅。领取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只要开拓者在空间站结识过我们的小3月，并在3.0版本期间登录游戏，就能领取3月期的时装、东去续制以及对应时装的头像。真不错啊！虽迟但到嘛，那开拓者一定要记得在3.0版本期间上线领取哦。除了小3月呢，其实还有一个紧张刺激的活动想要带给各位。啊，我还以为我们最紧张刺激的活动就是寻星之礼呢，所以是什么？快端上来嘛！项目组将以自己的方式祝愿开拓者2025年好运满满。等会儿，这几个零？个十百千万10万50万星球？先别急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次的特殊活动吧。在3.0版本期间，游戏内将开启活动银河幸运星。简单来说，从1月27日至2月2日这连续7天，每天都可以选择抽奖或是领取固定收益。等会儿我再确认一下啊，这个最大的幸运巨星奖是一个人包揽50万星球吗？
是的，你没有看错。选择参与抽奖呢，开拓者有机会成为每日的幸运巨星，拿下50万星球的超级大奖。当然，如果你是稳健型选手，也可以选择不参加抽奖，每天领取100星球哦。哦，就是每天都可以2选1，但那可是50万星球啊，这不得搏一搏试一下手气吗？哎，有风险才有收益嘛。在活动期间，总计会有20个幸运巨星的名额。在抽奖的奖池中，除了有幸运巨星这个超级大奖外，还有1等和2等奖，也就是有概率获得600星球或50星球。当日抽奖结果会在第2天揭晓，相当于连续开奖7天。是的，那么更多详细规则，请开拓者持续关注后续发布的活动信息。希望各位能以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参与这次的活动，祝开拓者好运满满。好，期待。那么，崩坏新水道3.0前瞻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开拓者的收看。在节目的最后，老师们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探索、了解、建立、连结，这就是开拓最原本的含义。随着故事的展开，翁法罗斯以及更多天外之人的记忆和未来都会变得更加清晰。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可以跟开拓者共度这段英雄之旅。愿你喜欢这段属于你的开拓，愿此行终抵群星。拜拜。家人们，虽然有可能被封杀，但我一定要跟你们说句实话：所谓的英雄之旅不过是一场骗局。黄金翼和阿格莱亚都是骗子，能拯救翁法罗斯的只有我们元老院。就这人打！哎，什么？你们行，你们就是黄金翼的走狗，对吧？你们就不承认这个世界是个骗局，对吧？